帮你拿，小心啊！你包包我就先帮你拿这个啊，小心前面有个阶梯啊。怎么了？兴致不高啊？没有。工作上的事儿。嗯。天哪！小心啊，慢点。好香啊！你这也太丰盛了吧！跟你吃了几次火锅，基本上你喜欢吃的东西都在这儿。洗个手吧，我们准备开饭。想什么？没什么。在想郑同学的事儿。你有了曲珍这个小通讯员，我们学校就没有你不知道的事儿。你不要把责任揽在自己的身上。我听曲珍说了，郑同学不想跳，也是有家里的原因，跟你把他全部给换了什么的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千万不要自责。我没有自责，只是觉得很多事情可能不会向你预想的方向去发展。可是我又帮不了他，有的时候我甚至都帮不了我自己。你这个呢，就是严重的精神内耗，事在人为吧，不要强迫自己啊。你呢，要学会自我调节，放松一下。事情呢，总会在对的时间点转好的，顺其自然，也就水到渠成了。挺舒服。喂，包子，怎么了？今天啊？你下午是不是没有课啊？没有。可以啊，这环境还不错啊。对吧？哎，前面有楼梯哦，小心。没事，可以吗？我应该行，我试试啊。好。哎呀，还可以。包子，你在前面，去前面看看。又有楼梯了，你真的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你扶一下吧。哎，包子就在那。包子，嘿，这就是我之前常跟你提起的谭思婷。艺术家，久仰久仰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包翰林，你叫我包子就行。今天见到您，我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小远都孑然一身了。闭嘴啊你！经常听小远提起你，幸会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啊就是咱今天的主角，现代派画家石杰。叫石头就好。这是我公司的合伙人王泽远。哦，你好，幸会。这位啊就是咱国人之光，芭蕾界的维纳斯谭思婷小姐。是因为我脚这样，所以才这样形容我吗？维纳斯可是断臂了1000年。谭思婷我知道，之前在剧场看过你的演出，很精彩，印象很深。不过没想到芭蕾女神今天会这样站在我们的面前。我也很喜欢您的画，尤其是那一幅《无人呐喊》。哦，真没想到你会喜欢《无人呐喊》，谢谢。艺术都是相通的，你们两个都是艺术家嘛。哎，石头，来一下，来一下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叫我会下客人，没事你们自便啊，待会儿再聊。不错啊，这搞的。来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婆娇娇。你好，谭老师你好，平时啊总听包子提起你，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。你好。最近工作怎么样？忙不忙？最近还好，不太忙。你呢？我也还好。哎，咱主要们过去他比较忙出去玩吧。
等我忙完这阵。是的，是啊，每次创作的时候都在喝你的酒。他宠坏你了是吧？施老师，久仰大名。你好，你好。我系内酒庄冯瑞。哦，这是我我是温佩妍。久仰大名。小瑞，谭老师也来了，我们要不要去打个招呼？真没想到今天会在这儿遇到谭老师，太巧了。你脚怎么样啊？哦，好多了。之前没有机会，今天正式介绍一下吧。哦，对，之前没介绍，这是王泽源，我的好朋友。啊，他是做 IT 的。这位是温老师，温佩妍，是我那个教培中心的钢琴老师。冯瑞就不用介绍了，是温老师的未婚夫。好事将近了，恭喜啊！谢谢。哎，之前就听魏老师说，那天多亏你这位护画使者的保护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确实，真的要感谢他。最近车来车送不说，还给我做饭。我就担心我这脚伤好了之后，可能要胖个10几斤。胖了才有力气减啊！看来你们都认识啊，这真是6人定律了。嗨，说明这个世界啊太小了。不过大家都在啊，正好我推荐一下。对石老师的画有兴趣的可以找蔡某，如果对收藏红酒有兴趣呢，就找这位冯瑞冯总。下次也可以去冯总那里尝尝红酒，试试。无人呐喊，看起来挺压抑的。世界上的人跟事，在一定的维度里是可以复制的。只要你接受这样的世界，就是承认自己内心的欲望，承认自己的渺小，你就不会让自己深陷在泥潭里。所以无人呐喊，不是压抑，应该是释放。同一幅画，不同的人，却能看出不同的意思来。不过还是谭老师的见解独特。我就是突然之间有感而发。谭老师是哪一种呢？是压抑，还是释放？我2个都不是。我是观众，在外面观望。陈总，最近不管去到哪，我和诗婷都好像都可以见到你，真巧。对了，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，你家里是进口红酒的吧？没想到现在都开始自己酿红酒了。这次是我们系内酿的红酒，怎么样？这是你们酿的？口感很顺滑，干脆，挺好喝的。看来你每次做的选择都是正确的，不管是事业上还是生活上。我祝你们新婚快乐。这几次的碰面真的都是偶遇，放心，你好好加油。王总还真是一表人才啊，看得出来他挺在乎你的。我就觉得，像你这么优秀的人，一定会有一个真命天子在等着你的。谢谢温老师。
你觉得那个王总人怎么样？王总，谭老师那个朋友。哦，王哲也。啊，对。怎么样？我就是觉得他看起来跟谭老师挺般配的，还年轻有为。听说他追了谭老师很久了，现在终于是在一起了。是吗？看样子，应该是吧。不知道啊。痛不痛？不痛。来，向上勾一下。哎，好，再绷一下。啊，可以。怎么样，医生？还可以吧。好，放心，绝对没错。我们的班花多多，不认识吗？多多美女，哇，都到齐了，多久没见了？10多年了，10多年了，差不多18，哇，差不多。这时间过得真快，都来了，记得吗？老六，好，就我一个，就等你了，就等你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出了点事儿啊，没，但我带了酒来。哎，是不是？那尝尝呀。这个是你的位置，主桌坐上。别坐，来，李老大，兄弟们，快坐，快坐我也喝酒，每顿饭必喝酒。咱们就一块举杯，一块来一个吧。这会儿啊，咱们好不容易聚齐了，首先咱们得感谢组织这次活动的4朵金花当中的3朵有一个来晚了，是不是？其次，咱们得感谢咱们的行院，没有咱们母校，咱们没法坐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对吧？还有最后一点，祝大家在各行各业百花齐放，怎么样？来，为了我们的青春，干杯！好，干杯！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啊！不是，哎，你不是青年企业家，自己给自己打工吗？这怎么来的比我们几个打工的来还晚？这得先自罚几杯吧？对，得自罚1杯。我确实来晚了，来，我得说你2句哈，你也不是每次都能来是吧？今天要不是同学会啊，我估计请你啊难于上青天。怎么可能？我说实话呀，都工作这么些年了，我现在心里也算清楚。咱们这帮人啊，就是社畜。哎，甭管你是干什么职业的，那都得24小时 on call 啊。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卷，哎，这家里面啊，操持家里的还得是媳妇儿啊。其实我们女人是最不容易的。哎，你们几个以后一定要心疼自己的老婆啊！哎呀，听到没？必须的。就说你呢，敬咱班的女人。来，谢谢啊！来，同学们，来，咱们一起来吧，大家一起啊，一块。你这儿景色真不错。唉，坐在这儿忙碌了一天，再多烦心的事儿都可以放下来。那当然了，黄金地段好吗？哎，婷儿，来给你看看，来，看到那个了吗？那个商场，那儿就是以前我上班的地方。我在一个鞋店里当导购，然后呢，每天就跟客人说：“您好，欢迎光临，请坐，让我为您试穿。”我每天下班呢，就能看见对面的一个高楼，也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。我那时候有很多客人都住在这里边，他们去买鞋的时候就跟我说：“哎呀，他们那个小区怎么高档，物业多么专业，绿化多么好。”所以小远要我买房子的时候，我就义无反顾的跟他说，我就要住这里。恭喜你，达成所愿了。谢谢。哎，但是我住进来以后呢，有几次我在电梯里边遇见我之前的客人，他们竟然都没有认出来我。也是，
你说谁会记得以前给他们提鞋的人是不是？但是他们的嘴脸呢，我就记得很清楚。他们穿的什么样的衣服啊，喷的什么样的香水。他没认出来我也是件好事啊，证明什么？这变得很成功呗，还行吧。我能说不是吗？来来来，庆祝我有一个好弟弟。小远的确是个好弟弟。这个酿酒这个过程，还做了好几方面，你知道的，我特别喜欢这个，是我半个梦想。你要不要看看？等，哎，老四啊，采酒是成功的，压力有拍呀！太空大航海时代呀，落后就得挨打，所以就得拼啊！咱们人类的将来啊，移民太空站，对，移民火星嘛。为了咱们国家这个航天梦，抛头颅洒热血。在所不惜呀！就为这个在所不惜，咱干一杯！来，打造成功！冯瑞，来，我还得感谢小瑞，要不当初毕业那会儿啊，他不去啊，这医院的名额啊也落不到我。哎，别，我现在啊，指不定哪儿飘着呢。别切来切去的，是你的总归是你的，跟我没关。这对你来说不算什么，但是啊，这恩情啊，咱不能忘，对不对？对。别，来，干了。干了啊，干了，我干了啊，你随意。不过这话又说回来啊，还是他最舒服，人家自己当老板，自由，这比咱们强。那咱们交换好了，搬回去，你做我的，我做你的，也行。哎呀，别开玩笑了，冯瑞，你说你这么大的公司，家里这么大的产业，你现在可以随心所欲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多好呀！其实啊是这个样啊。冯瑞啊，他怎么可能丢了他那航天梦？只不过当时呢，是他外公身体不好，所以就……哎，你们可别忘了啊，他可是年年的奖学金得主啊！没错，优等生，这肯定优等生。所以说，你还是不了解我。我说的航天梦什么的，也就说说。我骨子里的劲就是崇尚的，我还是喜欢做生意。来吧，冯瑞啊，那就祝你飞黄腾达，给我点，好吧？来吧，咱们一块儿，来吧，举起来，冯瑞，飞黄腾达，来。哎，冯瑞，你现在马上当新郎官了，什么感觉啊？哇，我有什么好说的？我的不就是你们都经历过的吗？这完全不一样，好吧？哎，快点啊！让我们这些很久没有感受到幸福的人，感受一下你的幸福吧。老五这些年一个人带孩子，又当爹又当妈，辛苦。本来以为他吧按部就班谈婚论嫁，突然就当爹了。五哥，你不是五哥，你是大哥。我是大哥。老大，大哥，有个问题啊，一直很好奇，就是这个当年到底是哪个仙女姐姐这么有魅力，能让你光速当爹，还当单身爸爸？必须说，到底是谁呀？说谁呀？哎，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！老廖说的没错。不过孩子的妈还在，回来了。谁回来了？我哪知道啊？
来这样，哎，冯瑞啊，结婚的时候一定通知我们一声啊，咱们大家都等着这一天呢啊，是不是啊？都等着这一天呢啊。我给你泡。哎呀，哎我，哎老板，喝一个吧。来，你们来，行，你们喝。哎老大，我问个事儿呗，听说 NASA 那边又有什么？你说的没错啊，这些年我就是自己一个人。黑爷，你怎么在这？快上车吧，我送你回家。好。慢点啊。谢谢。喝点水。多喝点儿。谢谢。唉。很少见你这个样子，看来今天喝的真不少。是有什么心事吗？想要聊聊吗？妈，怎么样？还是没有恢复。国内的销售还能撑一段时间，但是库存真的是不多了。我找了公关公司的人，他们应该马上就过来，咱们要商量一下紧急公关的事，不然再这样下去，公司会被舆论拖垮的。妈妈有件事想求求你，明天你和国贸的老徐去一趟墨尔本，看看那边几个供应商，他们到底是什么态度。你也看到了，公司现在这个状况，也没有可靠的人。我这边呢，一堆的事。你爸爸在照顾外公，我知道你担心什么。
你放心，我会让家里的明阿姨去照顾她。毕竟，她怀的是我们家的骨肉嘛。妈妈这点儿心里有数。刚开始啊，大家都不知道红酒这种新鲜玩意儿。当时你外婆正怀着你妈，33、4度的天儿啊，我俩一个小卖部，一个小超市，这么挨家挨户的卖。如果当初不坚持，可能早就完了。现在是最难的时候，咬着牙也要撑过去，帮帮你妈妈。这是咱们家3代人的心血，不能就这么垮了啊！外公，你放心，公司不会垮。快吃吧。好。怎么样？可以。有话要说。我呢，过段时间可能要出趟国，因为国外那边的公司我联系不上，所以我们要去跟他们当面谈，要不然公司就危险。去多久啊？最多1个星期。我保证绝对只有1个星期。这段时间呢，让明阿姨先过来给你做饭。她在我们家工作了很久，做饭特别好吃。不用，我可以照顾好自己。那可不行。你呢，现在就是咱们家的宝贝。等过段时间我忙完了，做饭的事情交给我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让宝贝来刷碗？当然，刷碗也是我的工作。那我也太有福气了，居然冯总给我做饭又刷碗。这个呢，是冯总的福气，别人想做还没人吃呢。哎，这个你还在吧？一直贴身放着。那你去了国外，也要好好留着。我相信，有这个在，一切都会很顺利的，对吧？对。去吧，让我来尝尝这个。来，冯总，你看这什么东西？是我们对库存的清点，主要是引进了大概6款的红酒。对对对，这个李总不得了，冯总有才华，叫我小瑞就可以了。谈这关系啊，这款红酒呢，是我们酒庄自己研发的一款，争取一下，如果不行就10%，然后5%，选的珍珠葡萄酿的刚红酒。我们白白花了这么多的营销费用，但是我们的销售业绩并没有提高。给冯家小花干杯！Thank you for trust. Now, please give me a chance. We can handle this very well. 去年就这么低，今年的话不可能再这么低了，要再提高。那你们的新的营销方案有没有？Hello. Oh, hi, baby. Really? That's great. Yeah, I'll come over.
快了，你就赶紧先去。我好。我保证最多半个月。啊，对了，明阿姨做饭等你胃口。好，知道。拜。我送你啊。我可以，没事。路上小心。拜。乐乐虽然没有母亲，但是他最不缺的，就是爱了。小妍的出现，给了乐乐缺失的母爱。他教他钢琴，还会照顾他的起居，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孕妇在怀孕期间，体内的激素本来就分泌紊乱，她身边可能发生的事情又是她现阶段无法解决的，就有可能导致她精神压力很大，焦虑、失眠、情绪不稳定、爱哭、反应迟钝，这些都是产前抑郁的明显表现。千万不要小看了产前抑郁，如果处理不好的话，有可能后果很严重。谢谢啊。过段时间可能要出趟国。去多久啊？最多1个星期。我保证绝对只有1个星期。哎，谭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可能还要2个星期。你已经走了20多天了。我知道，马上就收尾了，最多半个月，这次肯定可以回来。明阿姨做饭还合你胃口吧？挺好吃的。啊，那就好。我马上进电梯了，可能没信号了。嗯，那我先挂了。拜拜。
喂，舒涵，你还在那儿等我就行啊，我在这收拾呢，现在。哎，马上走了，马上。喂，喂，舒涵。哎，妈，回来了，都来了。爸，你回来啦！哎，你看，柠檬鱼，小杨阿姨的绝活。你今天又有口福了。真没想到，小妍真能干。你看会做这么多菜。一直都说想好好给阿姨做顿饭呢，今天终于是有机会了，就是不知道啊合不合您的胃口。哇，合胃口，合胃口。这鸡汤可以啊。哎呀，这汤也好喝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乐乐，听杨老师说你这次留意曲目的难度不小啊，最近可得加把劲了。嗯，知道。我吃完这顿饭就开始闭关了啊。要不要让小杨阿姨给你辅导一下？没问题啊，我和乐乐配合，没问题的，对吧？那必须的。嗯。哎，对了，小瑞，你知道我今天在学校遇到谁了吗？谁了？就上次在酒庄遇到的你那个朋友谭思婷。哦，这么巧。他现在啊，竟然是我们培训中心的芭蕾舞老师，我和他成了同事了。有，他有跟我说他退役以后回来教学。有。哇，这个汤真好喝。可以再帮我。哎，我给你盛。谢谢妈。我帮你盛碗这个，尝尝。谢谢。你跟他见面了？谁？哦，谭诗婷，有见过。怎么没跟我说？不用每次都向你汇报吧？你们说什么了？只是普通问候寒暄。没有再联系吗？见个面，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。好奇怪，恰恰又在这个城市遇见了，恰恰又走进了你的酒庄，恰巧又跟小妍成了同事，你不觉得奇怪？他要怎么做跟我没有关系。小瑞，你别忘了，当年他为了自己的事业，什么都不管不顾的，扔下一封信就跑到法国去了。乐乐，当时只有这么小啊，你妈累死累活的，公司的事情都不管了，帮着你带孩子。好不容易现在生活进入正轨，他突然又出现了。他想干什么？他是不是又想祸害我们？妈，我跟他不可能。他见过乐乐了，但他的乐乐没有一点反应，我对他彻底死心了。他已经影响不了我们家，更影响不了我。有你这句话，
我就放心了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还有啊，小妍对你、对乐乐那么好，咱们不要辜负人家。回去吧。头的位置，头的位置，手，脚尖，注意脚尖。好，动作要齐啊，非常好。今天偏 rap 一下，做的不错，但是还是要注意情绪。跳舞之前一定要先有情绪。好，好了，回去吧，好好练习。好，拜拜。谭老师，门口有人要见你。在巴黎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想回来就回来，我回来之前还需要提前跟您打招呼。回来要做些什么？您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，12年前都说完了，但是我怕你没听明白。您说的很明白了。不需要再费口舌了。如果没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后面还有课，先去忙。等一等，你看到了，小瑞已经找到他另一半，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。来之前呢，我也征求了一下他的意见。他说，他再也不想见到你了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所以，我希望你不要再纠缠他。这是30年的自作多情吗？我对于你们家的任何人、任何事都不感兴趣。在消费中心，我是无意识碰到你儿媳妇的，今后我也不会再去了。好，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。要是你为了钱的话，大可不必这样，也可以来找我。您真是没变，10几年了还一个样子，以为钱能解决一切事情。谢谢你，我不缺钱。这里面有50万块钱，我希望你离开小瑞。高慧，你等这天等很久了，你就故意把冯瑞支走，然后让我生下孩子，故意让我们2个见不到面。
你越这样想，我越要告诉冯瑞发生了什么，我就要等他回来，我要亲口告诉他我们的孩子没了，我要让他亲眼看看他这个好妈妈到底给他做了什么事情。你可以告诉他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弟弟昊天和你爸爸永远是我们中间的一堵墙。就算是你们在一起了1年、2年，甚至3年，总有一天你们会谈到他们中的一个人，到那时候你们就会有分歧、争吵，甚至是互相伤害，把最后的感情和尊严消磨干净。你觉得这样好吗？一定要走到撕破脸皮、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，还不如这时候各自能去完成自己的事业。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。你说，我们不如在一起算了。怎么突然说这个？我就是觉得，其实我们现在就像一家人一样。接乐乐放学，给乐乐教钢琴，给你们俩做饭。好啊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好。你是认真的？当然，你不也是认真的吗？我当然是认真的。那就盖章了。好，盖章。那我回去了。晚安。晚安。拜。